嗨，大家好，初哥的新疆之行又出发啦！今天的目标呢是陕西省的西安市。过2天呢，我要在西安市接上我的3位朋友，也就是说，初哥这趟进疆的行程，我们一共是4个人，搭乘这台瑞虎8 Pro 风暴4驱版一块进疆。所以呢，我们的后备箱也会被塞得非常满。我现在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我的一个人的行李就几乎已经占了半个后备箱了。所以呢，等他们过来的时候，看看这个后备箱到底能不能塞下他们的行李吧。这回呢，我的另外3位朋友，除了一位是上次跟我去西藏的李丰玉以外，还有2位朋友是来自汽车大国韩国的2个哥们儿。然后呢，这回也是想让他们体验一下咱们的国产车，看看我们的国产车到底能不能惊艳到他们。这回来带2位韩国朋友进新疆呢，是他们想开一条丝绸之路的高端定制的旅游线路。这回来我带他们去踩线、去踩点。他们对这个丝绸之路的这个文化呢，觉得非常的仰慕。正好呢，我也带他们去这个丝绸之路上面一些比较特别的我知道的点，而不是那些大众化的景点。有很多朋友问初哥说，初哥啊，你能不能开一下奇瑞最新的瑞虎9，或者是它的旅行者捷途的旅行者去给我们来个长测呀？其实我是挺想的，但问题是我没有钱买车呀。而且呢，如果我是去找奇瑞或者去找捷途借车的话，我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像初哥之前的进藏拍的瑞虎8 Pro， 那这台车是我买的，那我想怎么拍就怎么拍，我的说话呢也比较没有顾忌。但是如果我是去找奇瑞借这个瑞虎9或者借这个捷途的旅行者的话呢，那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拿任何费用的话，我光给他们去拍车走这么一趟长测的话，那我自己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很多的时间以及很多的金钱。你比如说上一次进藏，我那一趟就花掉了接近15000多。那么如果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收益的话呢，那对我来说是不可以长久持续下去的。所以如果我是要开我借来的车去给他们做宣传的话呢，那我必定会要求有一定的经济上的收益。但是如果是有经济上的收益的话呢，那我的这个说的话可能呢就是说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两难的一个决定，就是说我其实是很想在这个汽车自驾游的这个领域去做一些比较深入、比较长远的发展，然后包括这个咱们国产车的这个评测。但问题是，如果我是借车，然后对方又给我钱的话，那么我做出来的内容呢，我必定会有一些的妥协。所以呢，这对初哥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吧。但是呢，我觉得如果我想在这个自驾游领域，想在这个汽车领域深耕下去的话，我以后必定会接受到一些，我以后必定会接触到一些商业上的这种情况。那么究竟如何在这个客观、真实、公平和这个商业的经济收益方面进行一个取舍，那么可能也是我长久需要去探索的这么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从我专业拍摄的角度来说，我的这种专业的拍摄其实是已经是超过了90%人的拍摄的水平了。你看看我毕竟是比尔盖茨的这个访华的这个摄影师，而且呢，《流浪地球》里边的那个长城场景也是我航拍的，所以从这个专业的水平上面来说，我的这种专业的拍摄呢，以及这个场景和画面感来说，我肯定是超出了一大部分人的。所以呢，如果是让我去凭我的一腔热血，凭我对这个国产车的一腔热血，凭我自己的爱好去拍一台车，去进行一个长测的话，我做我自己买的这台车，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让我去给厂商做这部分内容的话呢，那我肯定是要追求一部分商业上的回报。如果没有商业上的回报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呢，这个事儿也不是可以长久的给持续下去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做的很多的拍摄，你比如说到这个麦地卡湿地去冒着暴雪穿越，然后跟这个坦图河霸道翻越下雪的这个垭口去贾营村，这些呢其实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而且风险非常不小。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穿越麦地卡湿地的时候，单车穿越就差点被暴雪给埋了。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进行的拍摄，所以呢这方面的内容的独特性
是非常强的，大家看起来也会觉得非常爽。这也是我跟其他的车评人、跟其他的这种自驾游爱好者不同的一点，就是说我会去做很独特、很精彩的这个内容。我的拍摄有不少的商业上面的价值，然后呢，我自己本人又冒了很大的风险，这是不是应该要求经济上的回报？如果没有经济上的回报的话，那我凭自己的爱好，凭自己的一腔热血去做这些事儿，那么从经济上来说必定是不长久的，因为我必定要养活我自己，是吧？我自己还有其他的一些事情要去做，我不能说光凭我的这个爱好，光凭我的热情，就是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不去做了，然后我就自己花钱，然后去把这个事儿给做了。那我把我自己钱给花完以后，我怎么办？我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回报，我连我自己都养活不了。说了这么多呢，初哥还是希望能够在9月份的时候开着奇瑞最新的瑞虎9的四驱版，或者是 T-Go-1的四驱版，去把最精彩的最新的国产车的评测内容带给大家。到时候无论我有没有从奇瑞那边拿钱，我都会跟大家直说的，拿了就是拿了，没有拿就是没有拿。哪怕是我拿了钱，我也会跟厂家那边说，我要求保持我自己最大的自主性，把一台车最真实的优点和缺点带给大家，而不是说拿了厂家的钱以后就是净说厂家的好话。我也希望能够把最新最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一直关注初哥的这趟行程，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初哥一键3连。如果你有什么想跟初哥说的话，你可以在评论区或者在弹幕里面跟初哥说，初哥会做到尽量回复的。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今天晚上的目标呢是朝西安方向去，但是呢，由于我今天是全程国道，所以肯定是到不了西安。晚上开累了就找一个地方给住下来吧。希望大家能够给初哥一个祝福，祝初哥一路顺风。好，就先说到这儿，拜拜。